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爆发过所谓的3大国耻事件，而其中又以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最让人气愤。1999年5月7日，北约空中执勤队伍毫无征兆地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3发炮弹，当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睡梦之中就稀里糊涂地惨死在了美国霸权的利爪之下。此事一出，举国愤慨，中国政府向美方做出了最严厉的抗议。虽然事后美方也做出了一定的补偿，但耻辱的伤疤却始终留在了中国人的身上。要知道，一国大使馆就相当于该国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战以后，虽然国际上龌龊不断，但还没有人敢公然践踏这条规则。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被西方通缉后，躲进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能苟延残喘10几年，便是得益于这条规定。美国这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呢？一直以来，巴尔干半岛都被誉为欧洲火药桶，这里小国林立，民族众多，矛盾尖锐，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而这里之所以能成为火药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周边大国对此地进行了势力分割。比如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圈，以奥匈帝国为代表的日耳曼文化圈和以俄罗斯帝国为代表的斯拉夫文化圈。复杂的民族情况、域外大国的干涉，再加上此地破碎的地理，导致巴尔干半岛始终无法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一战后，巴尔干周边的大国势力相继衰落，奥匈帝国解体成了奥地利跟匈牙利，沙俄帝国发生10月革命，正在混战不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惨遭列强瓜分，巴尔干在英国人的特意扶持下建立起了南斯拉夫王国。但是这个所谓的南斯拉夫王国就是一个缝合怪，它并没有解决当地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问题。二战时，这个松散无力的南斯拉夫王国最终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成为了历史。这时候一代天骄铁托横空出世，靠着一己之力将松散的巴尔干诸国联合在了一起。铁托用来联合巴尔干诸国的手段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跨越民族的思想，讲究的是阶级斗争，每个民族都有阶级，所有民族的被压迫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向压迫阶级发起斗争。靠着这一套思想，巴尔干的民族差异暂时被掩盖了。二战后，属于斯拉夫文化圈的苏联崛起，斯大林曾一度想恢复祖上的荣光，再次染指巴尔干半岛。但是铁托不是个好相处的人，悍然跟苏联反目成仇，从此游离在美苏之间，谁也不靠。那时的南斯拉夫赫然成了美苏两极的平衡点，通过左右通吃过得那是相当滋润。但时间来到90年代之后，一切都变了。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冲击，曾经用来维系巴尔干诸国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南联盟等一堆小国。而南联盟就是当年南斯拉夫的中央，它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这两个都是斯拉夫文化圈的成员，跟俄罗斯的关系一向不错。在西方国家眼里，这就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现在苏联解体，俄罗斯势力全面收缩，巴尔干自然也要被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现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都已经另投民主了，只有你南联盟还守着社会主义那一方残山剩水不肯投降，西方岂能容忍？于是他们就借助科索沃独立的议题，谴责南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搞种族屠杀。在没有联合国的允许下，义愤填膺的北约军队就率先对南联盟发动了空袭，而我国的大使馆就在那次空袭中遭到了袭击。这俄罗斯跟北约争夺势力范围，万里之外的中国为什么会无辜躺枪？关于这个问题，网络上一直都流行着3种说法，一种是包庇说，一种是战机残骸说，最后一种是误炸说。先说包庇说，这种说法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美国之所以轰炸大使馆，是因为当时南联盟的大总统米洛舍维奇在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美国为了斩首，所以才对大使馆发动袭击。这种说法乍一听有点道理，但很遗憾，它经不起深究。当时北约只是对南联盟进行轰炸，并没有出动地面部队发起攻击。以当时米洛舍维奇的情况，只要往地下防空洞一钻，就不会有任何的生命危险，根本不至于卑躬屈膝到中国这里来寻求保护。再说了，
当时南联盟正处于被轰炸初期，国内众志成城，米洛舍维奇的支持率空前高涨。米洛舍维奇对北约的态度，那时候硬气得不得了，怎么会在这种时候跑到中国大使馆来避难呢？所以包庇说不成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飞机残骸说。据说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时候，南联盟方面曾经用地对空导弹击落过一架美军 F-117 战斗机。美军认为单靠南联盟的实力是绝对无法击落 F-117 的，这极有可能是有域外大国暗中相助。因为击落 F-117 这样的电子战斗机必须要有先进雷达定位，而当时南联盟并没有这东西。后来美国情报部门经过侦查后发现，南联盟境内所有长波雷达信号都出自一个地方——中国大使馆，故而美国认定是中国暗中出手击落美军飞机，飞机残骸就藏在大使馆的下面。为了防止中国窃取先进的电子战机技术，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轰炸我们的南联盟大使馆。甚至后来在珠海航展上，美国人还阴阳怪气地说，中国的歼20战斗机身上有他们家 F-117 的身影。但这种说法很显然就是胡扯。首先 F-117 虽然是电子战斗机，但并不先进，它是70年代就已经研发出来的老古董，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战争中一直被美军内部嫌弃，这种老货被打下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个证据就是它在战争7年后的2006年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中国真没必要花心思去偷它的技术，等中国吃透，美国早就研发出更先进的战斗机了，何必呢？其次，当时南联盟的地盘被美国方面海陆空360度无死角封锁，周边都是美国的盟友，战机残骸根本没办法离开南联盟境内。有朋友也许就会问了，会不会老美就是误炸？这种可能基本上也可以排除。按美方的说法，他们误炸南联盟是因为用了错误的旧地图，本来人家是想轰炸大使馆350米外的一栋建筑的，只是一不小心才误炸了中国大使馆。这种说法纯粹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没错，过去飞行员确实是按照地图去轰炸目标的，但自从美国用电子信息化战争刷新了人类军事史以后，这种做法早就已经被抛弃了。美国误差不过5米的 GPS 定位系统在1996年就已经成型并被用于实战，怎么可能还需要靠地图去识别轰炸目标？这种事情出在别国身上或许还有可能，但是美国断不可能。更吊诡的是，指挥这次轰炸的负责人在后来还不明不白地被人给暗杀了，这很难让人相信背后没有阴谋论。那么美国究竟想干什么呢？在谈论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国家是由无数利益集团组成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诉求，甚至有些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就当时美国的情况来说，能对华关系发挥主导作用的利益集团，主要有民主党为代表的全球化商业帝国集团和共和党为主导的石油军工复合体集团。前者对华态度稍微友好一些，这主要是他们看上中国这块大市场了。他们主张通过接触，把中国同化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变成美国资本版图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是相当支持的，也对中国的开放政策乐见其成。在1999年的时候，双方已经就中国入世大致谈妥，并准备在当年的11月正式签署条约了。可以共和党为代表的石油军工复合体却并不愿意看到中国入世。这个石油军工复合体是2战时期形成的怪物，在冷战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谁要是挡了他们的路，就算是总统也照杀不误。笔者相信地下的肯尼迪同志应该对此深有同感，因为他就是这么死的。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了世界的主流，石油军工复合体这个战争贩子顿时就不吃香了。民主党为代表的全球商业帝国集团才是众望所归。可一个利益集团一旦出现，他是不可能就这么乖乖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一定会想办法制造事端，给自己营造存在的价值。随着苏联倒下，中国毫无疑问就成了最好的假想敌。如果中国加入美国的世界贸易体系，那以后还怎么搞新冷战？所以他们必须趁双方签条约之前把生米煮成熟饭。只要中国做出过激反应，美国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更妙的是，到时候中国得罪的可不是美国，而是整个北约。到时候失去共同敌人后，
茫然无措的北约就能找到全新的奋斗目标了。要知道，苏联解体后，美欧关系就开始变得日渐微妙起来，不再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欧洲，脑后的反骨一日比一日粗，甚至他们还在1999年1月成立了欧元，来跟美国分庭抗礼，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如果能重回冷战时代，那便是一箭双雕，这一切烦恼就都不是问题了。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奉行的是邓小平留下来的韬光养晦政策，虽然我们受到了近乎入侵领土的羞辱，但依然没有失去理智。当时的领导人对遇难同胞表达沉痛哀悼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寻求最稳妥的解决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向美国总统克林顿打去电话施加压力，态度十分强硬，大有美国不给说法就中断世贸谈判的气势。克林顿是民主党出身，本身就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中国入世谈判是他任内的一大政绩。当然，他后来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放中国入世，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当时克林顿还是很重视这件事情的。轰炸事件，笔者分析是美国军方先斩后奏，想要拉克林顿下水，他大概率也是受害者。所以在接到中国的抗议后，克林顿连续3次在公开道歉，对死难者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派人深入调查这一事件。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事件负责人后来会不明不白被暗杀的原因吧。除了公开道歉外，中国还要求美国方面对遇难伤亡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向中国政府赔偿2800万美元，美方全都答应了。这一番操作下来，总算给国内的汹汹民意一个满意的交代，而中美关系再次回归正轨，并于当年11月正式签订入世文件。纵观这一事件，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虽然没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快意恩仇，但是这恰恰是最为明智的做法。那时候我们的实力与美国可谓是天壤之别，贸然逞一时义气，很有可能会让我国错过全球化的窗口期。相反，只有卧薪尝胆，才能为先辈洗血耻辱。中国人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件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就提醒过北约，你们还欠着中国的血债，这笔账还没算清呢。再来说说美国的石油军工复合体，这帮人不明时代潮流，逆势而动，在挑衅中国无果后，就跑到了阿富汗伊拉克闹事，成为了美国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这种反人类的组织迟早要被世界所抛弃，终究要得到属于它的历史审判。